寻香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，香气是寻香身体发出来的。她出汗和流泪时，香气会稍微浓郁一点。这一世，她不仅自带香气和记忆，还投了个好胎。嘿嘿，母亲是公主，父亲是状元，外祖是皇上，外祖母是皇后，还有一个叫博哥的小哥哥。都说投胎是个技术活，他上上辈子一定拯救了银河系，上辈子又过得不如意，这辈子才让他投生到这个锦绣之家。哎呀，还好外祖是皇上，我再美再香也没人敢动我。寻香美得不行，无事就咧着小嘴傻笑。乳娘夏嬷嬷常说，香姐儿似乎大半时间都在笑。她有2个乳娘，一个是夏嬷嬷，一个是李嬷嬷，还有一群下人。她太小，除了乳娘，其他下人没有近身服侍的机会。难受。哟，姐又拉啦。传来乳娘李嬷嬷温柔的声音。姐长开些了，更俊了。驸马爷呀，是咱们大黎朝有名的美男子，公主殿下也是美人儿，将来姐儿啊，不定得有多美呢。姐儿天生带着花香，又美貌如花，不要说公主殿下，连圣上和皇后娘娘都稀罕得紧。听说姐儿满月那天，皇上会赐姐儿县主封号。姐儿有大福气。这话寻香爱听，咧着无牙的嘴笑起来。姐身上的香气会一直有吗？会不会哪天突然没了？不会吧？我也觉得不会。我左眉上这颗痣啊，听我娘说，小时候是肉色，5岁后开始慢慢变黑，8岁后就全变黑了。这个问题寻香之前也没想过，会不会哪天香气突然没了，就像某些小孩从单眼皮突然变成双眼皮一样？这种可能不是没有，若那样就可惜了。洗完小屁屁，眼前又出现一片小圆圈，寻香含进嘴里，软绵绵的，极有立体感，一点都不薄。她不自觉地吮吸起来，她吃奶真是使出了所有力气。最隐私的地方天天被人看被人洗，这个算什么呀？人生必须经历的阶段，哪个人都避不开。哼，我没有啥不好意思的。终于盼到8月19，寻香满月。公主府今天要大摆满月酒，帖子前几天就发出去了。东阳公主的身体好些了，一大早就把宝贝闺女抱进怀里，她满眼含笑地看着寻香，又低头闻了闻她身上的香气。驸马爷回家看到这么可人又与众不同的闺女，一定会爱不释手。随着一阵凌乱的脚步声，小哥哥跑进正堂。娘亲，小哥哥给娘亲施了礼，就把头埋在妹妹的身上，不愿意起来。妹妹真好闻，等妹妹大些了，我要天天抱着妹妹闻。小博哥几乎每天都要去西跨院看一眼妹妹，可大半时间妹妹在睡觉，他只能在门口远远看一眼，偶尔想近距离看看，还没等他凑过去，李嬷嬷就说：妹妹饿了，要吃奶。东阳公主轻笑出声：你是哥哥，以后要爱护妹妹。当然，表哥表弟的妹妹不香，堂哥堂弟的妹妹也不香，只有我的妹妹香香，最好闻。呀，妹妹笑得好美，比院子里的花还美。姐儿长得像公主殿下和驸马爷，可不是好看。哥儿也见。另几个下人也都附和着，拍得东阳公主笑眯了眼。宫里突然来人报丧，久病床榻的太后娘娘轰了。太后虽然不是东阳公主的亲祖母，东阳公主还是痛哭失声。她赶紧把闺女交给李嬷嬷，同儿子换了素服去宫里哭丧。听到那几串凌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，寻香莫名的心慌起来，还夹杂着说不出的失落。可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呢？再次醒来，听到2个人的悄悄话，一个声音陌生，还有些老，寻香没听过；一个声音熟悉，是乳娘李妈妈。何嬷嬷，真的要做呀？若被发现，那是砍头大罪呀！放心吧，他们发现不了的。公主殿下要3天以后才恢复，她生孩子已经要了半条命，再加上劳累伤心，回家准生病。驸马爷又不在，博哥还小，谁会注意到香姐儿啊？
凤姐只比香姐大1天，长得像啊，这胖瘦相差又不大。到满月的奶娃娃1天1个样，再让她生场病，满脸起疹子，浑身的药味儿。这病好之后，香气儿没了，小模样发生了细微的变化。除了贴身服侍香姐的你，还有夏儿家的，没人会发现端倪的。尼玛，这是要掉包啊！这胆子也太肥了！我可是公主的女儿，皇上的外孙女。那个什么凤姐跟我长得像，应该是亲戚。从这个名字看，那家人的心气够高呀。是啊，姐有变化，夏二家的肯定察觉得到。他发现不对，准会禀报公主殿下，咱们就死定了。何嬷嬷从怀里取出一个油纸包，递给他。喏，把这包药粉下在夏儿家的水里，他晚上就会浑身长疹子。他得了恶疾会被赶出去，再没有资格给姐儿当奶娘了。香姐身体有异香，跑去巡抚，岂不是会被发现？寻香又得到一个信息，巡抚。凤姐跟本尊长得像，是祖父府上无疑了。凤姐是我伯父或者叔叔的女儿。哼哼，哪里会让她活着？报出去的夜里就夭折。感情我只能活到明天夜里，只活31天。我是最短命的穿越女吧？李妈妈松了一口气，又问道：“你们都安排妥当了？”为了这件事儿，大夫人和三爷三奶奶谋划了许久了。以凤姐身体不好为由，平时啊也只有她的奶娘和三奶奶贴身照顾着。听御医说，太后娘娘撑不过这段时间了，这府里该做的准备都做了。为了实施计划，大夫人托命没去宫里哭丧，就在府里安排。夏儿家的明早之前就会被送出公主府，只有你一个人服侍香姐了。你用这块帕子在姐儿的鼻子上一捂，她就会昏睡。午时处，我会带着一些衣物和给你夏奶奶吃食过来，这盒子里装的是凤姐儿。走的时候啊，你再以姐儿的名义孝敬祖母一些吃食，这香姐儿就装在盒子里偷我带走。我们会先给凤姐儿喂次药，她下晌就会起疹子。你把这包药粉分6次放在水里头喂给凤姐儿。哦，对不对，是香姐儿，她脸上的疹子会更加的严重。这不熟悉她的人不会发现有变的。她随身带着一个小香囊，这香气呀，跟香姐儿的体香差别不大。再请御医来看病，汤药、膏药，这也会混小姐儿身上的香气的。药粉在4天一喂，她会长1个月的疹子。2个月的奶娃娃跟1个月的那自是不同的了。生病之后没了之前的体香，这也就解释得通了，任谁也发现不了，人早换了。做坏事的头头是大夫人，还是我的祖母。三姨的闺女凤姐儿跟这具身子就是堂姐妹的关系了，可不是长得有些像吗？御医会不会发现？放心，这种毒是大夫人让人在西域买的秘药，御医是查不出来的，还以为是夏儿家的过的病期呢。那这是大夫人给你的1000两银子，事成之后再把另外2000两给你。不仅你们的钱财一辈子花用不完，你儿子将来的前程，三爷也包了。虽然长公主府比巡抚富贵，但鄂老太婆随便就能拿出3000两银子，也不会穷到哪里去。她为何要冒险做这种缺德事儿啊？若是败露，她和她的后人都得不了好。想到自己明天夜里就会夭折，寻香又怕又无能为力。唉，我为鱼肉，任人宰割啊！不，我现在连鱼都不如。哼，为什么是胎穿呢？好忧伤。李妈妈考虑片刻后，下定了决心。好，我做。这就对了，将来你儿子当了官儿，你把凤姐养大，出府荣养，说不定还能当个诰命夫人呢。啊！此时我身边除了这个恶奴，没有一个人。夏妈妈已经被下了毒。寻香大哭着，无论李妈妈怎么哄都不听，也不吃奶。她心里狂吼：再来个人，再来个人，快点把我抱走，抱走啊！死妮子，不许哭！寻香感觉自己的视力又好了一点，看清了恶奴长相，容长脸，薄嘴唇，眼睛鼓得圆溜，眼角微挑。
左眉尾部有一颗绿豆大的痣，20多岁。这张薄纸片此时尤为可憎，像前世漫画里的巫婆。李嫂子，姐儿怎么了？是不是拉了？我去兑温水。没拉，姐是饿了，吃饱就好了。天晚了，你歇着去吧。哦。脚步声远去，寻香气愤不已，继续大哭。又一串脚步声过来，姐儿怎么哭得这样厉害？声音颇有些威严，是正院的管事严嬷嬷。李妈妈态度一下好起来，笑着道：姐儿精着呢，白天喜欢找我，夜里喜欢找夏二家的。哎呦，不知何故，夏二家的脸上突然起了疹子，他不敢来服侍姐，在屋里歇着呢。夏二家的起疹子了，怎么不早说？姐儿过了病期，咱们可就罪过了。哎呀，我正想去跟你说呢，还好啊，白天都是我喂奶，否则姐也危险了。他边说边用一块帕子给寻香擦眼泪，又在寻香的鼻子上按了一下。寻香困极了，没有哭的力气。他知道这块帕子是何嬷嬷给这恶奴的。主子没哭了，严嬷嬷松了一口气，又明儿一早让夏二家的赶紧出府养病，不许他再靠近姐儿。不行，我这就安排他离开。脚步声渐远，寻香着急也无法，昏睡过去。4时末，何嬷嬷拎着一个带盖的木盒子来到东阳公主府七夕堂西跨院。在巡抚时给凤姐喝了药，她会一直昏睡，夏晌才会醒，晚上就会起疹子。为了不让人发现端倪，盒子是圆形的，虽然比较大，也不能包被，孩子躺在里面还得蜷缩着。好在奶娃娃软，又睡得沉。何嬷嬷不能表现出盒子的重量，感觉拎得很轻松。她垂目疾走，外表如常，只有她自己知道此时她有多么难受和紧张，后背、头发里、鼻尖、手心出了许多汗。她怕手没抓稳，盒子突然落下，怕突然冲出一条恶狗或一个人把她撞倒，把孩子撞出来。开门的小丫头认识她，笑道：何嬷嬷来找李妈妈。是呢，李妈妈昨个说那种不软，适合给姐儿做尿片子，我家大夫人就让我再送来一些了。说着，何嬷嬷塞了一个荷包进小丫头的手里。小丫头难得收打赏，高兴地请何嬷嬷进去。七锦堂很近，只树上传来2声鸟儿的呢喃。何嬷嬷径直去了西跨院。李妈妈正焦急地在屋里来回踱步，终于等到何嬷嬷进来，她忙把门关上。2人来到卧房，把盒子放在床上，从里面把寻凤抱出来，再低头闻闻。寻凤身上的确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气，跟寻香身体的味道大体相似。何嬷嬷则是把寻香往盒子里塞，何嬷嬷把盖子盖上。2人对视一眼，心情都不轻松。何嬷嬷就拎起盒子出了七锦堂，回去比来时的心情更忐忑了。终于顺利上了马车，马车缓缓驶出公主府，何嬷嬷才用袖子擦去脸上的汗，长长呼出一口气。小妮子被迷得深，一直都没哭闹，最好睡到夜里直接夭折。她无声地念了声佛。冤有头债有主，要恨的话就恨你早死的亲祖母，谁让你得罪了大夫人？从此啊，你所有的荣华富贵都将由大夫人的亲孙女享受了。哎呀，这凤姐的命可是真好啊，怪不得取了这个名字，可不就变成了凤凰了吗？何嬷嬷叹了一口气，心里七上八下。我也不想做这事儿的，说是被发现不说我的老命，我一家老小都得完蛋。可主子让我做，我哪敢不做呀？马车驶入迎风大街，突然前面传来马的嘶鸣声和人的惊叫声。咦，二婶，前面停马了。车夫是何嬷嬷的侄子何顺。金马拉着一辆马车向这边跑来，把路边的摊子刮翻，人们尖叫着四处躲避。拥挤中，何嬷嬷手中的木盒被挤掉在地上，人也被人流挤着往前走去。她惊得魂飞魄散，回头大声喊道：何顺，快把木盒拎着，那是大夫人要的东西啊！何顺不知道盒子里装的是什么，但看到何嬷嬷如此害怕，知道盒子里的东西肯定重要。他顾不上马车，横冲直撞冲进人堆，
拼命把旁边的人推开。还好人不算顶顶多，没踩着盒子。他捡起木盒，随着人流往前走。你们让一下，二婶儿，盒子捡着了啊！你放心吧啊！你让开！丁昭手里的盒子也被挤了下去，他推开挤他的人，弯腰把盒子捡起来，顺着人流走，走出街口，人流分散。丁昭拎着盒子急急往家里走去，盒子里装着他给儿子买的糖果和蜜饯，给老爹买的补药，还给媳妇儿买了一块花布，花了5两多银子呢，没了多可惜。丁昭和妻子租住在七口胡同，离银丰大街不远，快走2刻多钟就到了。谁呀？师娘，是我。2个声音都没听过哎。盒子里的寻香一阵激动，没想到已经死定了的我绝处逢生，命运再次发生了逆转。我还给你买了块印花布。你啊，治病花了那么多钱，干嘛还花冤枉钱啊？蓝底红花，你做衣裳好看。当家的，这盒子不是咱家的呀。丁昭一惊，低头细看木盒，深褐色，大小一样，但盒子上雕了花纹，木头好得多。哟，的确不是咱家的，一定是在银丰大街拿错了，走得急也没看仔细。他赶紧把盒盖打开，看见一个穿着绿色衣裳、戴着粉色小帽的奶娃娃蜷缩着躺在盒子里。奶娃娃睁着大眼睛，静静看着他们。丁昭和张氏都惊呼起来：“我的老天爷啊！哎呦，老天，怎么回事啊？”丁昭讲了他路过银丰大街时遇到金马大乱，手中的盒子掉下地又重新捡起来的事儿。我马上回银丰大街看看有没有人找孩子。张氏则是被盒子里的奶娃娃吸引了，眼里盛满了喜爱和怜惜。真漂亮！哎呦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俊的孩子，胆子还大，没有哭。他把孩子抱出盒子，扯下尿片子，是闺女。他眼里的疼惜之情更盛了，又仔细查看了孩子一番，衣裳帽子都是极好的软缎，还绣了花，缝了珍珠，熏了香，这盒子上也雕了花。这孩子呀，不简单，定是出身大富之家。这孩子的香味虽然极淡，却极好闻，应该是上乘的熏香。丁昭也看出了不同寻常。这么小的奶娃娃，不说富贵之家，就是咱们平头小老百姓，出门都要抱在怀里，或者背在背上，生怕把孩子给磕着碰着。有钱人家的孩子多金贵啊，怎么会装在盒子里，还盖了盖子呢？明显就是不愿意被人看到。哎，会不会是坏人把孩子偷出去卖钱？或者偷孩子的人是父母的仇人，要把他杀了丢去乱坟岗？这想想都后怕呀。若是拥挤的人再多些，这孩子已经被踩死了。说完，他又摇摇头，否定了之前的猜测。也不对，富贵人家可不是咱小老百姓，小偷翻墙进来就能偷东西。富贵人家深宅大院的，有那么多主子下人，怎么孩子能轻易被人偷走呢？这么说来，孩子家必定是有对他不利的人，里应外合才能偷走。寻香很是惊讶，这对夫妇都蛮聪明嘛，分析的头头是道的。张氏有些害怕了。当家的，你把孩子捡回来，是不是惹了祸事啊？哎呀，这么漂亮的孩子，他们怎么舍得啊？大户人家阴私多，只要影响了他们的利益，什么事儿都能做出来。我早逝的母亲，就是被他家里人害过。这孩子又白又嫩，哟，比立春丽人好看多了。怪不得公爹啊，天天想要个孙女儿。那俩小子又黑又丑的，没可比性。这孩子长得这么好看，根本不像咱们的闺女啊！别人会不会生疑？就说孩子像祖母，我娘就有这么美。我爹天天盼望着你生孙女儿，是想你生个和我娘一样好看的孙女儿。若是像她和我爹不会稀罕。丁昭的眼前又浮现出一张已经久远了的模糊的脸，白皮肤，尖下巴，杏核眼儿，可惜了。我和我2个儿子还有二弟父子都随了父亲，一点也不像他。当家的，这孩子的香不是医生发出来的，是他本身就有香气。还有这怪事儿？他赶紧蹲下闻了闻，先是开心，后是严肃，感觉肩上的担子又重了一分。这孩子长得好，又有香气，咱们可要把他看好了，
不能被坏人惦记去。哦对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丁香。丁香，香香，好名儿。这个名字寻香也喜欢，他的确与这对夫妻有缘，他们给他取的名字一样，连说的生辰都只差1天。以后啊，他就叫丁香了。丁香高兴地挥了挥小拳头。香香也喜欢这个名字呢。我明天去药铺买几样药材回来，制成药丸装在荷包里，随时给香香带在身上，掩盖香气。为何不制香丸？咱们是乡下人，哪里有给小孩子带香丸的？就说孩子有不足之症，随身带着药丸治病。这孩子哪里像是有不足之症的？的确是又白又胖的，身体好得紧。就说香香半个月时，1天夜里突然大哭，怎么哄都不行。次日请道婆来看，道婆说孩子失魂了，得用药丸镇着，药丸要带到年满15岁。等姑娘长大了，不带药丸带香丸，照样能压住她本身的香气。这事儿只能跟爹说啊。亏你想得出，好，就这么说。夫妻2人的欢喜也感染了丁香，哪怕被人看光光，他也乐得欢。小胳膊不停舞动着，本来还想蹬蹬腿，想到光腚做那个动作不雅，又放弃了，把丁香擦干放上炕。这珠子虽然小，可是圆滚滚的，一看这品相就不错。香香的东西都不要卖，也不要扔，到底是他从那个家里带出来的。那个木盒子太显眼了，劈了当柴烧吧。在京城这几日，一定要把孩子看好，不要让他哭声传到外面去。万一被邻居听到了，也不要承认我们家有孩子，只说我们也听到了哭声，不知道是哪家的。洗了的小衣裳和尿片子也不晾在院子里，晾在屋里，还不能让人进屋。丁香给这对善良又聪明的夫妻点了个赞，他也怕他们把衣裳包被卖了或扔了，这些东西将来有大用。公主娘给他戴在手腕上的小金镯子就不在了，那是皇后外祖母赏她的，肯定比取下戴去了凤姐身上。闺女，醒醒，要吃饭饭了。寻香吸吸鼻子，闻到好闻的米汤味，她太饿了，一根银线从嘴角滑下。张氏笑着把她抱起来，坐去桌边。她饿极了，一口又一口，不大的功夫就喝了小半碗。张氏自言自语：哎呀，这孩子一看就省心好带，说是没人吵就好了。敲门声响起，张氏把寻香放在炕上去开门。丁昭表情严肃：回屋再说，孩子不能还回去。怎么回事啊？银丰大街真有2个人在找木盒，一个50多的老妪，一个17、18的后生。他们说丢了一个楠木雕花木盒，里面装的是宝贝，谁原物退回赏200两银子。别人问装的是什么宝贝，他们不说，只说是宝贝。侄娘，他们连是孩子都不敢说，肯定有问题。孩子要是还回去，凶多吉少。他走着炕前，把寻香抱起来，温声说：好孩子，咱们有缘，以后你就是我闺女了。虽然我家不甚富裕，但我们不会伤害你，会让你吃饱穿暖，把你平平安安的养大成人。一定是菩萨看我们虔诚，以这样的形式赐我们一个闺女。都准备好了，后天按时启程回老家，除了跟爹说实话，对其他人都说这孩子是你生的。看这孩子的大小，应该1个月左右，就说我7月20生下的他。终于确认自己不会再进狼窝，不会被弄死。寻香提了许久的心终于放下来，小脸笑开了花。你们收留我会有福报的。水烧好了，给孩子洗个澡，他的衣裳帽子不能再用。快收养我吧，快点收养我吧。天哪，你看他冲咱俩笑得多甜呢。当家的，我跟你说过，我前几天做梦啊，生了个闺女。这是不是上天赐给咱们的闺女啊？要不咱们养着她吧，送回银丰大街，不一定会有人来认，即使来认，也有可能把她弄死。我只生了2个儿子，公爹天天盼着有个孙女呢。哎呀，可是我生丽人时伤了身子，谁知能不能再怀孕？寻香激动坏了，这就是穿越女的光环呐！死定了，还能被再次调包，阴差阳错被这家人捡到。这2夫妇一看就良善，还正好没闺女。他先冲妇人更加甜美的一笑，眼珠又转向男人，殷勤地看着他。这真是上天赐给他们的闺女。你看他这小眼神，生怕我们不要他。我把他捡回来，
也算是缘分。我们当然有缘分，嘿嘿。寻香高兴的眼睛都笑弯了。丁昭见奶娃娃冲他笑得甜，心里一片疼惜，还是说道：不过我们却是不能擅自留下他。为何不能？你也喜欢这孩子呢？哼，话说的那么好听，怎么又不留我了？刚才都是咱们的猜测，万一孩子家人喜欢他，放进盒子里，有不得已的苦衷呢？这样吧，我再去银丰大街看看，若是有人找孩子，甚至报官，说清楚为何把孩子藏在木盒里，我们就还给他们。若是丢了孩子都不敢找，那就有猫腻了。孩子还回去凶多吉少，咱们就把孩子留下。张氏极是不舍，还是点点头。寻香虽然失望，但也不得不敬佩这两夫妇是好人和良民，是真心喜欢这个捡来的孩子。若生活在这个家里，哪怕穷些，他也不会受苦。在重男轻女的古代，就是亲生闺女受虐的也大有人在呢。他相信寻老妖婆不敢大张旗鼓找孩子，希望不要再出意外，自己能落在这个家呀。丁昭急急出了门，张氏给寻香把了尿放在炕上，他去厨房熬米汤给孩子喝。寻香又困又饿，也不敢哭，再次不受控制的沉入梦乡。你们不会白救我的，将来我挣的何止500两。张氏也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听到院门插上，才轻手轻脚把丁香抱出来。看到小妮子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看着他，嘴角还含着笑意。哎呀，多亏香香没哭，若哭了，我们仨就完了。丁昭回来，鼻头前额都是汗，他把丁香抱在怀里说道：好孩子，你是有福的，逃过一场劫难，流落到我们这种百姓人家。我们虽然不富裕，却能好好待你。只一样，你千万不要大声啼哭啊，出了京城咱就安全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老天有眼，菩萨保佑。那2个官差去了隔壁家，万不能让邻居发现我们家有孩子。那些人会不会去码头找人呢？除了邻居方老大夫一家，绣坊的人知道你上个月没生过孩子，别人还有谁知道？带奶娃娃上船的人多了，咱们早些出门，做好一切防备，不让香香引起别人注意。说是这么说，夫妻2人还是忐忑不安，他们不敢睡觉。丁昭跑去院子里听外面的动静。那2个官差搜查完这个胡同，又过了1个多时辰，他们才上炕歇息。夜里，躺在炕上的丁香听了一出不可描述的大戏，还就在身边上演，让丁香的老脸通红，心惊肉跳，真是难为情。小夫妻恩爱是好事儿，好事儿，家庭和美，比前世那对父母强多了。而这一世出生在锦绣堆里，却突遭变故，流落民间。感谢穿越女的光环呐，让她不仅逃过劫难，还落入这么好的人家，父母良善，比某些亲生父母还要好得多。丁香没有一点失去富贵的遗憾，满满的都是劫后余生的万幸，及落在这个家的庆幸。次日上午，丁昭去街上买东西，张氏在厨房熬米汤。丁香静静地躺在炕上，听着窗外小鸟的啾啾叫声，以及胡同外商贩货郎的叫卖声。这里是市井，与走路都要轻手轻脚的公主府自是不同。丁香更有了一种外面的世界天宽地阔，她能展翅翱翔的舒畅感。她的心如鸟儿一样雀跃，双腿在空中乱蹬，没有包被的束缚，真畅快。哎呀，只能委屈我的香香喝米汤了。等到上了船，娘花钱请有奶的人喂你奶，到了老家就去买羊奶牛奶喂你喝。丁香可不愿意喝陌生人的奶，她大口大口喝着米汤，表示她非常喜欢，一点不觉得委屈。她这样，张氏更心疼了。我的香香本该过穿金戴银的好日子，跟着我们受苦了。上午家里院门响了2次，是左邻右舍的妇人。张氏没让他们进门，有气无力地说自己得了风寒，头疼。妇人不好进门，还是八卦了2句昨天有官差来家找孩子的事儿。哎呦呦，这谁要是捡了那孩子，这可就发财了，一辈子都吃用不尽了。500两银子，可看那家父母有多着急了。哎呀，我咋就没那个好运气呢？张氏附和2句，把门关上。下晌，丁昭回家，他不仅给丁香买了几尺软布和1包蔗糖，还买了一个拨浪鼓、1顶绣花小帽子。丁昭摇着拨浪鼓逗丁香，
丁香很给面子的表现出对拨浪鼓的喜欢。鼓声在左面，他的头就会向左侧；鼓声在右面，他的头就会向右侧。这让丁昭很是高兴，觉得自己会买礼物，自家闺女喜欢。丁昭做到很晚，把药丸做好，放了2颗在荷包里，又把荷包系在丁香的小衣裳上。药味比较大，压过了似有还无的香气。见闺女冲他笑，丁昭笑着嘱咐：香香，记住了啊，以后每天都要把装药的荷包带在身上。高兴傻了吧？香香又听不懂。咱家香香比其他孩子聪明，她能听懂，就是不会说。哎，你们是真的让我当闺女啊？连哪天出生的都商量好了。这对夫妇不止良善，还经得起诱惑。何婆子出那么高的赏银也没动心。好人一生平安，好人有好报。吉人自有天相，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你们一定会有福报的。丁香也想快些离开京城，她的体质特殊，怕被荀家人找到灭口。丁香发誓一定要记住那个血脉亲人以及做坏事的人，万不能忘了，将来回来报仇。突然院门响了，夫妻2人都紧张起来。张氏把丁香抱进怀里，目光寻摸着藏孩子的地方，抖着声念叨着：香香乖啊，不能哭。丁昭走出去，关好卧房门和上房门，然后丁昭乐滋滋地回来。是后一个胡同的李老二，他的火疖子好了，给了我50文大钱当谢礼。这位爹爹很聪明呢，当个临时工还偷学了一项技能。嘿，制药丸也是在那里偷学的吧？香香呀，是我们家的福星，你一来，爹爹就挣钱了。又对丁昭说：明天给香香扯几只好棉布，要软的。再买些蔗糖回来，放在米汤里给香香喝，甜。哎，我这可怜的闺女，委屈她了，只能喝米汤。听了这话，丁香的小胸膛里溢满甜蜜。别看这位爹爹长得豪迈，感情很细腻呢。虚时，丁昭和张氏都上炕了，又传来拍门声，2人又紧张起来。张氏把孩子抱进怀里，丁昭穿上衣裳走去外面。夜色浓郁，天上只有几颗小星星。丁昭对着院门问：谁？官差，有人家丢了东西，看见小偷往这边跑了，看看你家进不进小偷，快开门。又是2声更响的拍门声，震得丁昭心里发抖，在寂静的夜里更加瘆人。丁昭只得打开门，走进来2个差爷，他们四周望望，问道：我说你们捡到过一个奶娃娃吗？啊！丁昭吓得魂飞魄散。这些人应该是来找香香的，而且对香香不利。若是孩子丢了报官，找孩子光明正大，无需撒谎让人把门打开再说真实目的。香香被你们带回去，危险。丁昭稳了稳神，用张氏能听到的声音说：奶娃娃没捡到。他在提醒张氏赶紧把孩子哄好藏好。那你看没看见附近的人捡到啊？哎，若你们捡到的话，施主赏500两银子；若你们发现线索找到孩子，赏100两银子。啊！丁昭眼睛亮了一下，又肉痛的摇摇头。哎呦，不瞒差爷，我们没捡到，也没看到谁捡到过。官差还是进屋都看了一圈，一个人又冲关着门的卧房使了个眼色。丁昭推开门，官差往门口看了一眼，屋里没有孩子，只有一个妇人。官差出了屋，又甩了丁昭一个小银饺子。喂，若有发现，去给5城兵马司的马红送信啊！记住，不要找别人，找马红，少不了你的赏。那么多钱，你们干一辈子也挣不到。哼！是，若是有那个好运气，就发大财了。2个官差出了他家，又去拍隔壁的院门。丁香被张氏藏在炕柜里。荀老妖婆干这缺德事儿，荀家家主，也就是自己的亲祖父，应该不知道。8月22，丁昭和张氏寅时出就起床，吃完早饭，天还未亮，为丁香喝了米汤，把捏碎的药丸放进她衣裳，药味更大。为了更像哺乳期的妇人，张氏还在胸口塞了2团棉花，让那里更大。夜凉如水，繁星满天。张氏背起丁香，拎着2个包裹去了不远的街口。车行的驴车在那里等他们。丁昭把前一个胡同的房东请过来交接房子，之后去跟张氏会合。这个时候走，
邻居看不到他们。到南城门正好卯时，城门也开了。丁香有一种胜利大逃亡的感觉，既忐忑又兴奋，还夹杂着一丝遗憾和不舍。丁香开始以为穿越过来是躺平、抱大腿、报复性享受生活，没想到一个调包把他弄去远离京城千里的乡下。午时末到达码头外，丁昭发现2个卖拨浪鼓的婆子形迹可疑，他们在人群里穿梭，一看见有抱或背奶娃娃的人就凑上前叫卖。不出意外，这2人应该是害香香的人派来的。丁昭跟张氏耳语几声，张氏紧张起来。不要紧张，不能让他们看出异常来。一个婆子看见他们了，小跑过来，脸上堆满了笑。买个小鼓吧，20文一个。哎，不要，已经在京城买了。哎，15文一个，比京城便宜得多。后生仔仔细瞧瞧，这小鼓好得紧呐。小鼓做的精致，京城要卖25文一个，的确便宜。不买好像不太合理，但更不合常理的是，这么好的小鼓为何要便宜这么多？丁昭心里更加坐实之前的怀疑，掏钱买鼓。婆子看张氏背后，孩子用蓝粗布包着，头上只露了一条缝，看不到孩子的长相，有一股药味。孩子真俊，多大啦？2个多月了。哎呀，孩子拉稀，这么小就吃苦汤药，可怜呐。丁昭递过铜钱，接过拨浪鼓，没发现异常的婆子又去了别处。夫妻2人暗松一口气，这孩子真省心，直到上船也没哭。那2个好孩子，你受苦了。香香真乖，真聪明，坏人不在了，难受就哭几声。丁香知道安全了，瘪着嘴哼哼唧唧几声，算是撒娇。她没哭，万幸大过难受。不远处一个大娘看不过去，摇头说道：哎呦，怎么带的孩子？孩子拉了也不说马上换尿片子。哎呦，可怜劲儿的。夫妻2人没敢言语。张氏抱着丁香满船寻摸，还真看到一个抱奶娃娃的妇人，胸脯挺得老大。张氏走上前笑着说：嫂子，我生产亏了身子，没有奶，你能不能给我家孩子喂口奶？1天3次，每次10文大钱。妇人非常愿意挣这个钱，笑容灿烂。好啊，我奶水多，我儿子吃不完。一旁的男人更是乐不可支，没想到坐船还能挣钱，坐个7、8天能挣200多文呢。妇人身上气味不好闻，丁香觉得她好些天没洗澡，奶嘴儿肯定不干净。尽管饿得发昏，还是把脸转向一边，坚决不喝她的奶。张氏只得抱回来，气得妇人直咬牙。丁昭又拿着大钱请船家帮着熬米汤。吃饱喝足的丁香咂巴嘴，真舒坦。丁香咧着小嘴笑起来，笑着笑着再次沉入梦中。9月初2下晌未时初，大船顺利到达临水县码头。我彻底脱离了寻老妖婆的魔爪，再也不是皇上的外孙女，东阳公主和巡抚马的闺女。从此以后的许多年，我将以小农女的身份，在广阔的农村种田经商，做好与坏人战斗的一切准备。丁昭雇了一辆驴车去北泉村。驴车没有棚，这里比京城暖和，温暖的阳光晒在身上，舒服极了。丁香微眯着眼睛，又默了一遍京城那些与自己有关的人名以及听到的调包计划。记住，一定不能忘。想完京城的糟心事儿，又思索着以后如何运用前世知识挖第1桶金。养父母这么良善，费尽心思把他带离险境，他第一要务是报恩，让这个家过上更好的日子。驴车一颠一颠，再有张氏的轻拍，丁香舒服极了。没多久，他又睡着了。丁香是被一个大嗓门吵醒的。爹娘，你们回来了呀？娘抱的是谁呀？爹娘，你们回来了呀？娘抱的是谁呀？立春，这是你妹妹香香。丁香彻底清醒，这是到北泉村了。妹妹，我有妹妹了。这还能有假？爷，我爹我娘回来了，娘还生了个小妹妹。兴奋的大喊声和脚步声远去，那一嗓门打破了小山村的宁静，喧哗声一下大起来。说话声、开门声
狗吠鸡叫声混在一起，丁香的心也雀跃起来。弟妹一下生了这么大个娃，很不相信的口气。丁昭白了那个妇人一眼，不高兴地说：嘿，怎么是一下生的？知娘到京城不久之后就怀了身子，7月生下的孩子。我的病好了，孩子又满月了，就积极的回来了。哎，你的病真的好了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方老大夫是神医。哼，一个丫头片子，有啥可高兴的？今年5月，我可生了第4个儿子。更多的是恭贺声。丁香猜测，那个口气不善的女人是丁昭大堂哥丁有才的媳妇王氏，好像丁昭母亲的早逝与她有关。一个小男孩的声音由远及近：爹爹娘亲，想你们。声音奶声奶气的，还有哭音。接着是一个红中般的大嗓门：昭子，你媳妇生了个闺女。丁昭给父亲行了礼，笑道：爹，张氏给您添了个孙女儿香香，孩子一满月，我们就积极回来了。听说儿媳真给自己生了个孙女儿，丁壮高兴坏了，大笑几声。哎呀，真是个漂亮的妮子呀，跟安安一样俊。来，快回家了啊！这里人太多，不要把孩子吓到了。爷，哎呀，真是个漂亮的妮子呀，跟安安一样俊。来，快回家了啊！这里人太多，不要把孩子吓到了。丁香已经听爹娘闲聊时说过，早逝的祖母归名薛安，这位祖父毫不避讳，当众夸妻子貌美，可见不是迂腐的，跟妻子感情也好。他对这个新家更加充满期待。爷，给我，让我抱抱妹妹。去，奶娃娃身体软，你抱不了。抱得了。滚！把我孙女掉地上了，看我不抽死你！一不注意，嗓门大起来，又赶紧放柔声音。好孙女，爷爷不是说你的，不要怕啊。回了自家院子，一条大黑狗狂吠着扑向丁壮。走远一点，不要吓着我孙女了。丁昭先抱着丁香给母亲薛氏的牌位磕了头。丁壮抱着丁香坐在椅子上，两兄弟围着看妹妹。妹妹好漂亮，像外面的花一样。丁壮很满意二孙子的评价，点点头。丁立春与有容焉，比镇上的王二姑娘还美。以后啊，我妹子就是古安镇第一美人了。说的啥屁话？把我孙女儿跟王地主家的闺女比，还古安镇美人呢，找抽啊你！妹妹要当胶东省第一美人。我孙女儿这么小，说美人不合适。妹妹是花儿，胶东省最美丽的花儿。是鸡。丁香咧着小嘴笑起来。别看小哥哥岁数小，是拍马屁的高手啊！这家子鸡飞狗跳的，太好玩了。妹妹拉屎了，好臭！奶娃娃的屎哪里臭了？再瞎说，看我不拿鞋底子抽你！妹妹的屎不臭，香香。他刚才趴在妹妹身上，真的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儿，还看到大筐里有用荷叶包着的烧鸡，嘿嘿，鸡香味儿他也闻到了。丁立春气得背过身，瞪了弟弟一眼，意思是看没人的时候我不揍你。丁立人装作没看见。今天我这么讨喜，爷爷肯定会多奖励我一块鸡肉吃。相较于挨揍和多吃鸡肉，他更想多吃鸡肉。你们是哥哥，这以后要好生的带妹妹，有好吃的让着她，不许欺负她，吓着她了。若是有人敢欺负她，打回去，打不过回来找爷爷。两兄弟都了一声，重重的点头。就是爷爷不吩咐，他们也会这么做。特别是丁立春，还伸出拳头晃了晃。一老两小眼巴巴看着张氏重新给丁香加上尿片子，再把它放进丁壮手里。丁立人又笑了，呵呵，妹妹没有小鸡鸡。丁立春终于找到场子，鄙视的看了他一眼，问：有小鸡鸡就不是妹妹，是弟弟了。你们是小子，不许看女娃撒尿，更不许说。以后逼着些他们。丁香很羞愤，被小子们看了还要当众议论。丁壮没听进他们的谈话，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孙女儿看，嘴里念叨着：哎呀，这大眼睛双眼皮儿，鹅蛋脸尖下巴白皮肤，
一看就是温婉贤淑，哪儿都像安安。之前呀，我还想着为何我的后人都相足了丁家人，太丑了。这下可算是有个像安安的人了。俊，儿媳妇能干，明天拿5两银子去县城买只金簪子。儿媳妇能干，明天拿5两银子去县城买只金簪子。这是张氏嫁到丁家以来公爹最大的一次奖励，他更加忐忑不安，与丁昭对视一眼，惭愧地低下头。过会儿子，公爹知道香香不是他的亲孙女儿，不知得怎样失望呢。丁香觉得自己不可能跟安安祖母像，哪里会那么巧？这位祖父对自己的形容是对所有美人的形容，他和安安祖母都属于美女，在这个长相都粗犷的家里，可不就长得像了？欣喜过后的丁壮闻到丁香身上有药味，不高兴了，皱眉嗔怪道：孩子生病了，这么小就让他生病，你们是怎么带的孩子？马上翻了脸。丁昭给张氏使了个眼色，他要跟父亲单独谈谈。我去厨房做饭。夏六婶已经过来做好晚饭了，窝头和菠菜蛋花汤。我再去炒几个鸡蛋和豆干，买了烧鸡给你们爹和爷下酒。说着给2个孩子嘴里各塞了一块蜜饯，把他们拉出去。屋里只剩祖孙3人了。芝娘生产前做梦梦到满院子花开，香气醉人，没多久就开始发作。这孩子一生下来便带有香气，跟他梦中的香气一样，我们就给孩子取了丁香这个名字。父亲如此喜欢香香，又寄予了他对母亲无尽的思念，就把那个秘密永远埋藏起来吧，让老父重新快乐起来，香香在这个家也会更幸福。丁香一愣，他以为丁昭要跟老爷子坦诚孩子是捡的，他之前还有些遗憾，这么宠孙女的祖父少见呢，可惜自己没福气。还非常心疼老爷子，若他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，像安安纯属他的臆想，肯定会难过失望。香香自带香气。丁昭点点头，把系在他衣服上的小荷包解下。我怕香香的特殊之处被外人知道不好，就专门做了药丸挂在她身上，压制香气。丁壮低头把鼻子凑在丁香的身上闻了闻，的确有一股淡淡的香气。他心里又是苦涩又是高兴，好半天才抬起头。哎呀，这香香跟安安一样，都是奇女子。我对不起安安，她跟着我没享过1天的福，还年纪轻轻就死了。你们可要好好的带香香呀，细致一些，软和些，不能让她生病，更不能让她受委屈。我们当然不会让她受委屈。爹，记着啊，为了香香好，她有香气这事儿万不能传出去。以后天天把药丸挂在她身上，若是有人鼻子好使闻到香气，只说是药丸中带的。废话，老子还能比你傻吗？自然不会说出去的。村里可有生牛犊或者小羊羔的人家？这香香带有香气，把张氏惊着了，奶也下回去了。香香自出生以来一直喝的都是米汤，我去买碗奶来。哎呀，我这可怜的孙女儿遭老罪了。你三叔家的母羊刚生了小羊羔，去他家要些羊奶。唉，早知道有今天，咱们家就不买公牛，买母牛了。丁昭带着送3房的礼物出了门，听了那父子2人的话，丁香感觉自己中了大奖。都说古代重男轻女，这个家不仅正好相反，还因为特殊原因把女孩当成了宝。特别是丁昭，他清楚自己不是亲闺女。丁香感觉到丁壮的大手在他脸上轻轻抚摸着，丁香情不自禁地默喊一声爷爷。前世的爷爷奶奶重男轻女，不喜欢这个孙女，在爸妈离婚后就再没有见过他们。没想到这一世给了他一对爱他的养爹娘，还给了他一个爱他的好爷爷。不大的功夫，丁昭端着一大碗羊乳回来，张氏拿去厨房煮。饭菜已经摆上桌，看到桌上的烧鸡，丁立春2兄弟吞口水的声音异常清晰，咕咚咕咚的。丁壮忽略掉孙子的馋样，说道：把香香喂饱了再吃饭，可怜劲儿的，喝了这么久的米汤啊。张氏端着煮开的羊奶进来，晾凉后喂丁香。羊乳一股膻味，丁香还是忍着恶心喝了。羊乳对身体好，他要长高长水灵，只喝米汤可不行。他也想快点吃完，让2个小哥哥早些吃上烧鸡。
香香吃饱喝足，被放在一把有扶手的大椅子上，他们边吃饭边看他。丁壮高兴，给小嘴蜜甜的丁立人撕了一条烧鸡腿，丁昭又把另一条鸡腿撕下放进老妇碗里。丁立人的眼睛都笑没了，大口啃着鸡腿。丁壮父子边喝酒边说着各自的情况。丁昭如何治好胳膊，在医馆挣了钱，还顺带学会了治街庸和配药丸的手艺。老家的庄稼都收完了，留了多少粮，交了多少税。自家添了孙女，比添孙子还高兴。过几天请客，不仅要请本村的三房和大房，还要把邻村的族亲都请来，绝对不请丁下士。丁壮和大哥丁立的关系还是在前几年才有所缓和，跟丁下士依旧老死不相往来。丁立春又告状了，前几个月爷打架去了好多天。爹身体打坏没有？不管什么事儿，都该等到儿子回来打。老子还没老，为啥要等到你回来打？他娘的，那帮混蛋欺负到老三头上，跑去他家铺子收保护费，这是没把我丁红鼻子放在眼里。我领着梁子和石头揍得他们好些天起不来床。哼，还以为老子年纪大了打不过他们，也不打听打听，他们还在吃奶的时候，老子就是古安镇的第一霸。丁香咂巴咂巴嘴，这么温柔的爷爷，原来爱打群架，还是一霸呢。嘿嘿，丁红鼻子，这个外号可不好听。哈哈。小正太丁立人则关心自己的问题。爹爹，烧鸡多少钱一斤？28文一斤。镇上25文一斤，你买贵了。他在白水镇买的锅鸡肉，他家的烧鸡在县城也很出名嘞。管它贵不贵，只要好吃就成。今天的烧鸡真好吃。哼，就你嘴馋，家里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吃不穷穿不穷，算计不到一世穷。爷爷和爹赚钱很辛苦嘞。丁壮点点头，又夹了一块鸡肉在二孙子碗里。丁立春气得鼓了鼓腮帮子。丁香好笑，哼，丁立春是个铁憨憨，丁立人是个小金豆，这个家很有意思嘛。他听着八卦，闻着烧鸡味和酒香味，进入梦中。他不知道的是，三爷爷丁山带着三奶奶谢氏和小堂姐丁珍来看他了。谢氏抱着他猛一顿夸，丁壮听着笑眯了眼。真不跟爹说清楚香香的身世。不说了，爹把对我娘的思念放在香香身上，心情好多了。咱本来就把香香当亲闺女，这样挺好。当家的，婆婆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？她真的是私生女？没得到丈夫的回答，赶紧说：“算了算了，就当我没问。”丁昭沉默了许久。我娘的确是当时临水县首富薛平富的私生女，在县衙上了当的。之前薛家住在临水县城，后来搬去了省城。我娘小时候一直跟着我亲姥生活在乡下，我姥死后，姥爷才把我娘接去县城，在外面置了别院生活。1年后，我姥爷也得疾病死了，我娘的事儿被他嫡母知道，那个老太婆找上门，想把我娘卖给一个大官当小妾，我娘不愿意。丁壮18岁时还在铁匠铺当学徒，那天他师傅让他去县城送菜刀，路过一条湖时遇到有人投湖自杀，岸边围了许多人，却没人下水救人。丁壮没想那么多，赶紧跳下湖把人救上来。没想到湖边看热闹的人里就有薛氏的嫡母。薛家嫡母或许是看见丁壮穷，人又长得丑，对薛氏说道：“你的清誉已经被他毁了，嫁不到好人家。选择我给你选的路，还是选择嫁给他？若他没有媳妇，又愿意娶我，我就嫁给他。”丁壮赶紧说自己没有媳妇，愿意娶她。现场有好多人看热闹，薛氏嫡母不好食言，也有羞辱的意思，当场让薛氏跟丁壮走。薛氏就义无反顾的跟丁壮走了。路上，丁壮对姑娘说道：“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答应娶你只是想让你脱身，你有没有能靠得住的人？我送你过去。”薛氏眼里涌出泪水，之前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却没想到遇上这么善良的男人，不用死还有了依靠，这已经非常好了。不管他有多穷，跟着他都是最好的选择，起码能活下来。我无处可去，愿意给你当媳妇。丁壮看看姑娘，虽然狼狈不堪，衣上头发还是湿的，
但白皙娇嫩，楚楚可怜，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看的姑娘。他过不了自家的苦日子。我家里很穷，老母、大哥大嫂，一个兄弟，一个妹妹，一个侄子，这么多人只有几间茅草屋，3亩薄地。大哥在家种地，我和三弟在外面学徒。嫁给我，你会吃苦头。我不怕吃苦，吃苦总比死了强。我会做针线，还会学着种地、洗衣、做饭。我姓薛，闺名薛安。这么漂亮的姑娘，愿意嫁给自己当媳妇儿，丁壮乐开了花。我叫丁壮，虽然穷，但有一身力气，打铁打得好，还勤快。我会拼命干活，不会让你饿肚子。两人去了一处无人的小亭子，商量成亲事宜。薛安头上有2只嵌宝石的金钗，腕上有一对玉镯，这是他所有的家当。2只金钗镶有珍珠宝石，值个100两银子。当了钱交给丁壮的母亲，建几间瓦房，再买几亩地，既是孝敬，让婆婆对自己好一些，他们呢也有新房住。丁壮红了脸，他不好意思要媳妇儿的嫁妆给自家建房买田，但此时不能分家，总不好让媳妇儿住茅草屋。拿20两银子买房，30两银子买地。我大嫂厉害泼辣，玉镯和剩下的银子万莫被她发现，否则会搜刮的你一文不剩。我大嫂厉害泼辣，玉镯和剩下的银子万莫被她发现，否则会搜刮的你一文不剩。他们成亲后很是恩爱，因为薛氏拿了钱建房买地，丁壮的娘对他还不错。大嫂夏氏经常找事儿，丁壮2人都不搭理他。他们过了几年平静的幸福日子。4年，薛氏生下大儿子丁昭，5年后再次怀孕。一天，夏氏趁丁壮和薛氏带生病的丁昭去镇上看病之际，去翻2房的房子。他偷配了薛氏的钥匙，找到了藏在柜子里又缝在棉袄里的玉镯，而缝在棉裤里的几10两银子没找到。他本来想私自留下，动静闹得有些大，被老三媳妇谢氏发现，只得交给婆婆。等到丁壮一家3口回家，老太婆提出让薛氏把玉镯交给他保管。薛氏自然不愿意，说该孝敬的他都孝敬了，镯子是他娘留给他的念想，谁都不给。丁壮站在薛氏一边，鼓着眼睛说老太太若一定要强抢儿媳妇嫁妆，就去请官老爷裁断。老太太又哭又闹，也只得把镯子还给薛氏。丁壮怕媳妇儿在家里受气，私下谋划分家，还把邻镇的丁家族老请来说相。丁老太太更把薛氏恨上了，趁2儿子不在的时候，罚怀孕8个月的薛氏在檐下跪了1个多时辰。薛氏大出血，早产生下2儿子就死了。我娘死前让我爹一定要把我和弟弟抚养长大，将来有出息，还说谢谢爹，让他有体面的多活了几年，还留了血脉传承。够了。丁昭声音哽咽，说不下去了。这些事儿有些张氏听过，有些没听过。他搂着丁昭叹息，不知该怎样安慰他。沉默了半刻多钟，丁昭又道：我爹受不了打击，用头撞墙，拿石头砸自己的头，像疯了一样。他不敢把我奶如何，恨夏氏贪财挑事儿，把夏氏和大伯打得头破血流。夏氏的一只胳膊被打断，好些人才拉开。他说要去衙门滚铁板告状，夏氏撺掇婆婆谋财害命，祖老和三叔夏家人好不容易才把他劝下。我奶当时吓坏了，在祖老和夏立正的调停下，同意我爹分家另过。弟弟还小，又是早产，怕我爹一个男人养不活，姑就把他接去家里养。爹带着我过了一段浑浑噩噩的日子，后来又重新振作起来。因为他答应我娘要把我抚养长大，让我读书考功名。他把镯子当了400多两银子，花高价把他师傅的铁匠铺买下来，又建了这个院子，买了10田地。我家有钱了，许多人来给我爹说亲，我爹都没同意。他忘不了我娘，一提起来就伤心。那些旧事都是我爹喝醉了边哭边讲，我听来着。今天他又提起我娘，却没有一点难过之情，他是高兴，终于有一个像我娘的后人了。我怎么忍心告诉他，这香香不是他亲孙女儿啊？丁香都听流泪了，那么粗犷的一个人，却有着这么细腻的情感。原来世上真有美好的爱情。丁昭没有一点大男子主义思想，对媳妇儿非常好，也是受了父亲的言传身教吧。
香香啊，你是怎么了？想拉屎还是想喝奶呀？李春娘，香香醒了，快来给她洗洗，喂她吃羊奶。张氏进堂屋，把丁香接过去。丁昭走了进来。爹，你不去铁匠铺，我就去了。丁壮知道儿子刚回来，应该在家里歇2天，但他没稀罕够孙女，就是不想去上工。你去吧，我过些天再去。你在这个镇子上再买一头母羊回来，最好是怀崽的。等三房的羊奶吃完了，又能吃咱们自家的羊奶了。丁立人跑进来讨好的说：爷，买了羊回来，我带羊出去吃嫩草，把羊养得肥肥的，多给妹妹挤奶喝。丁香被洗得干干净净，吃饱喝足，又被放进丁壮手里。丁壮盯着孙女看，直至孙女睡着。丁香再次醒来，是被狗叫声和丁壮的骂狗声吵醒的。大狗跑进屋，被丁壮撵了出去。丁香睁开眼睛，看到2滴又长又粗的黑色水滴挂在眼前，还在缓缓下滑。随着吸溜一声，那2管长水滴又缩了上去，再缓缓滑下。哈哈，丁香知道了，那是丁立人小正太的鼻涕。鼻涕越来越近，丁香生怕他吸溜不住落自己脸上，侧过头大叫起来。一阵洪钟似的大嗓门飘进来：你这个臭小子，又去招惹你妹妹，看我不揍你！我没有招惹妹妹，就是看看她。你不招惹她，她怎么会哭呀？丁立人大哭起来，委屈的不行。我真的没有招惹妹妹，应该只当她没我。张氏跑进来，把小正太拉去一边，给他擦了鼻涕。姐妹跟你不熟悉，你离得太近，她害怕。好，下次看妹妹离远些。丁香非常过意不去，她刚才没有哭，是干打雷不下雨，却害小正太挨了冤枉打。张氏把丁香抱起来，给她把了臭臭，喂了羊奶。丁壮接过丁香，走，爷爷带你晒太阳。走，爷爷带你晒太阳。他坐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下，果子结的不多，摘了一些，树上还稀稀拉拉挂了几10个青果子。午后，秋风透过枝叶洒在丁香的小脸上，暖暖的，还能闻到苹果香。大狗黑子走过来，蹲在丁壮脚边，长鼻子向丁壮伸去。丁壮给了他一脚，他不敢往前凑，只鼻子冲着这个方向。他家的鸟儿也越来越多，盘旋在院子上空，有几只胆大的飞在祖孙头顶。丁壮已经听儿子说了，鸟儿喜欢孙女的香气，怕他们拉屎拉在孙女脸上，让丁立人拿根棍子把他们赶远些。聪明的鸟儿飞上枝头，唱着欢快的歌。院门外鸡鸣狗叫，还有大声玩闹的孩子。丁香舒服地眯了眯眼睛，咧着无牙的小嘴笑。他看不到爷爷，但知道爷爷正温柔地看着他。丁香想着，我虽然不是您的亲孙女儿，却会像亲孙女一样孝敬您。有小娃拍着大门叫：丁立人，出来甩泥巴！我看妹妹不甩泥巴。丫头辫子有什么看头？我妹妹好看，有看头。许久，丁壮发出一句直击灵魂的疑问：这香香咋就长得这么水灵啊？一旁的丁立人马上答道：爷，妹妹像奶奶，所以这么水灵。对呀，这么简单的问题，自己居然没想到。丁壮嘿嘿笑了几声，从怀里掏出3文钱给孙子。来，去老蒋家买碗豆腐脑。安安，我又来看你了，咱们有了一个孙女儿，叫香香，长得极像你，还若是你见了呀，定会喜欢她的。声音从未有过的温柔。张氏接过丁香，跪下磕头，丁立人跟着一起磕。等他们站起身，才发现他们的头顶至少盘旋着20几只鸟儿，还有鸟儿在往这里飞。几人赶紧下山。9月初10，丁家2房补请孙女的满月酒，张氏一个人忙不过来，请了丁山媳妇谢氏及儿媳妇赵氏来帮忙。丁香喝了奶，2个哥哥逗弄一阵又睡着了。他醒来后，感觉自己从一个怀抱落入另一个怀抱，听着大人们的夸奖以及丁壮得意的哈哈声，一圈抱下来，不知道谁是谁。一个小媳妇的孩子不满1岁，还有奶。张氏请他喂丁香，那个小圆圈一凑过来，
丁香就嫌弃的把头转去一边，怎么哄都不吃。张氏只得接过孩子笑道：哎呀，他一生下来就是吃米汤和羊奶，人奶倒是吃不惯了。张氏把他抱进卧房，隔断了外面的嘈杂声。今天的客人足有近100人，院子里摆了11桌，上房堂屋摆了一桌招待贵客。听丁昭和张氏私下说，生2个儿子加起来也没今天请的客人多。下晌，客人们陆续走了，客人刚走不久，就从上房传来丁壮的骂人声及丁池的顶撞声，接着是砸板凳砸碗和丁立人丁立来的大哭声。怎么回事啊？爷说五叔摆臭脸，连香香都不愿意抱一下。五叔说丫头片子有什么了不起啊，干嘛都要供着她。历来弟弟满周岁，爷才请了5桌客，凭什么丫头片子请12桌客啊？爷不高兴，说10个孙子都比不上这1个孙女，钱是他的，他愿意请多少就请多少。五叔又管爷要20两银子做生意，爷不给，还让他不要乱花钱。五叔就说要去省城找舅舅薛大户借钱。爷爷说若他敢去找薛家人，就不是他丁壮和安安的儿子，还要把他腿打断。五叔就坐在地上哭着喊娘，爷更生气了，拿凳子和茶碗砸他。说着，丁池拉着媳妇儿抱着儿子冲出上房，又一溜烟冲出院门。丁昭追出去劝解：池子，现在天快黑了，怕是进不了城门，跟爹赔个不是，明儿再走。你得了吧，我才不住这个家呢，老爷子从来没有待见过我这个儿子。院子里静谧下来。张氏知道老爷子生气，只有丁香能让他展颜，便带着3个孩子去了上房。丁壮正坐在椅子上骂骂咧咧，看见2个孙子进屋，刚要把气发在他们身上，又见儿媳妇儿抱着孙女儿进来了。一看见那个软软的小人儿，刚才的气一下子烟消云散，伸手把丁香抱过来。哎呦，爷的宝贝，爷还有你。爷不只有妹妹，还有大哥和我。爷的宝贝，爷还有你。爷不只有妹妹，还有大哥和我。张氏把凳子放好，又拿扫帚把屋里扫干净。2刻多钟后，丁昭回来。爹，放心，我把池子劝去了三叔家，今天他们住那里。屁话，他们睡山上我也不管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？爹，你刚才还是急躁了，你该听听池子要做什么生意嘛。池子的性子你还不了解，眼高手低，他要做的是大生意。哼，把他媳妇的嫁妆都快败光了，又来打老子的主意。历来可怜呀，怎么就摊上这么一对狗爹娘？一个成日做白日梦，一个250，都不管孩子。历来只比丽人小1岁，却是连话都说不出几句，除了吃啥都不懂。我能数到100，还会背诗。见爹爹鼓着眼睛瞪他，赶紧住了嘴。夜里，张氏问丁昭：你说小叔真的会去省城找薛大户借钱？哎，薛大户的娘恨我娘和我亲老，怎么可能认他？池子清楚的紧，不过是故意气我爹。我和三叔都劝了他，让他脚踏实地，先从小生意做起。哎呀，也不知唐氏是怎么想的，就由着小叔败嫁妆。公爹教训小叔是帮他，他还不高兴，说公爹管得宽。当初不管他男人，现在也别管。池子跟着游方道士学了几天看相，都迷进去了，非说唐氏面相旺夫，还是大旺，把唐氏哄得失了身，再娶进了家门，拿着他的嫁妆去做什么大生意。唐氏傻了吧唧的信了他的话，由着男人胡闹。池子若是会看相，我手板心煎豆腐。半夜开始下起雨来，滴答滴答敲着瓦片。丁香被惊醒，哼哼唧唧起来。张氏和丁昭听到声音起了床，一个把臭臭，一个去厨房热羊奶。虽然丁昭夫妇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丁香，可他最想的是快些跟他们分床睡。哎呀，某些事儿太让人尴尬了。秋雨一下几天，天气更加凉爽。丁壮也去铁铺打铁了，中途会抽时间跑回家看一眼丁香，再匆匆跑回铺子。丁香好笑，这有些像前世哺乳期妇女的福利，喂奶时间。呵呵。张氏见公爹太辛苦，说他晌午背着孩子去铁铺看他们。丁壮不愿意，说等明年春天孩子大些了，天气暖和了再去。还真有人找他拔佣接。丁昭有了第2份收入，虽然不多，总比没有强。丁香觉得这个爹爹聪明活络，也很钻研，不知为何没有按照薛氏奶奶的遗愿读书考科举。
为了看妹妹争妹妹，丁立春和丁立人没少挨揍挨骂，连大狗黑子都没少挨踢。一大早上开始，这个家就充斥着大呼小喝，日子在快乐和鸡飞狗跳中流逝。晃眼到了腊月底，墙角那株腊梅芳香四溢。丁香已经5个多月了，她虽然看不到很远，但能看清2至3米内的东西，也有了立体及色彩视觉。终于从2维回到3维，从黑白回到彩色，眼前世界恢复了正常，变得多姿多彩了。她的运动指标也突飞猛进，躺着用2只脚给丁壮捶背，是丁香现在每天必做的事儿。丁壮乐不可支，觉得孙女儿只有半岁就知道孝敬他，比丁池那个臭小子强1万倍。在没人的时候，他偷偷练习说话，但舌头和喉咙还没发育好，说出的话含混不清，只有爸爸妈妈说的比较清晰。他当然不能现在说话，他要当聪明的天才，不当反常的妖怪。娘亲，爷爷不在，给我喝一口呗，就一小口。上次他讨要羊奶时被丁壮听到，丁壮鼓着眼睛骂了他半天。张氏笑着喂了丁立人2口奶，再喂丁香。丁立人香的眯了眯眼睛，觉得自己占了妹妹大便宜，歉意的对着妹妹笑。丁香喝几口羊奶，又指一指丁立人，意思是让张氏再喂他一口。对于丁香异于常人的聪明，丁家人都见识到了。张氏笑着低头亲了丁香一口，又喂丁立人半勺。丁立人尖着小翘嘴，半勺也当1勺喝。张氏真是个好女人，丁壮不是一般的偏心，因为丁香多次打骂过丁立春和丁立人，张氏心疼，也没怪罪伪闺女抢走了亲儿子的爱。她是真把丁香当成亲闺女了。都说原生家庭造成的心理阴影要用一生去治愈，她在这个家里只生活了几个月，原本对血亲的排斥和不信任都没有了。她承受着他们的爱，也愿意敞开心扉爱他们，把他们当成真正的亲人。只一样，公主娘和另一个小哥哥的面目更加模糊了。她想等到能拿笔时把那2个模糊的面目画下，怕是不可能了。李嬷嬷可憎的面目依然清晰，丁香怕忘了，一天要想好几遍，还有那几个关键名字也得记牢。刚喝完羊奶，院门就啪啪响起来。你爹他们从县城回来了。丁立人滑下炕跑去开门，几串脚步声飘进来。丁立春大着嗓门说：爷在福来银楼给妹妹买了璎珞圈和银锁，还买了卤猪头肉呢。丁壮脚步顿了顿，才忍住没去儿媳妇房里看孙女。把香香抱来上房。孙女儿等等啊，爷爷洗了手就来抱你。丁壮把丁香抱进怀里，从一个盒子里拿出一根银质璎珞圈，一把小银锁。丁立春拍着马屁：这套首饰在乡下妮子中是头一份呢，前儿个我看夏员外给他孙子买了根，比这根细多了。丁壮不喜欢听乡下妮子几个字，皱眉道：什么乡下不乡下的，香香像你奶是城里人，比起那些县城和省城的妮子要水灵多了。妹妹最像奶，白嫩好看。比起那些县城和省城的妮子要水灵多了。妹妹最像奶，白嫩好看。好像你见过你奶似的。丁昭从怀里拿出一把大钱交给丁壮：要过年了，朕非收的贵些，给春子买了50文的爆竹烟花，又买了30文的卤猪头肉，还剩70文。交给你媳妇。张氏笑眯眯地接过男人递来的钱。家里是丁壮当家，挣的钱都由他保管，但丁昭自己挣的一些小钱他没收。偶尔张氏用私房接进娘家，丁壮也当看不见。丁香暗道：丁壮不仅是好爷爷，还是好领导呢。那些想把所有钱都把持着的大家长，是逼着小辈藏私心。丁立春又从怀里取出2根红色丝带：这是我用私房钱给妹妹买的，等妹妹头发长长扎小揪揪。丁香喜欢红头绳，拍着小巴掌表示高兴和感谢。丁立人不高兴了，觉得大哥良心大大的坏，居然把自己撇开，一个人讨好妹妹。你要给妹妹买礼物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的私房钱都买了豆腐脑，告诉你有用吗？怎么没有用？马上要发压岁钱了，得了钱还给你就是了。哼，你就是自私，只想自己讨妹妹高兴，让妹妹喜欢你一个人。
本来我在妹妹心目中是最完美的，被你一整都不完美了。说着就大哭起来，鼻涕泡一个接一个的往外鼓，伤心的不行。众人都笑了起来，张氏忙把他的鼻涕擤干净。丁香觉得小正太实在是太聪明，听听那些话有理有据，还知道完美，呵呵，哪里是4岁孩子说得出来的。见小儿子这么伤心，丁昭做着和事佬，要不投诚就算弟弟一半，他得了压岁钱还你。5文钱，1人2文半，那半文怎么算啊？晚上我少吃1片猪头肉，哥哥多吃1片。1片肉值半文钱，你以为是熊掌啊？1片肉他不在乎，但这是抢妹妹的喜欢，他必须认真对待。我少吃2片肉，哥哥多吃2片。丁立春才勉强点了头，这才是兄友妹恭，这才是手足之情。丁香感动坏了，2个哥哥太好太可爱了，他大喊着：“我孙女儿会喊好了，乖乖，她还这么小，将来一定能当冯素贞呐！”说着就唱了几句戏词儿，跟前世的女驸马里的词儿大体相似。吃晚饭，不能看日头啊，伤眼睛。门前看热闹的男孩子都好奇地围过来，他们经常听丁家兄弟吹嘘妹妹如何好看，真的很好看呢，比镇上那些小妮子还要白嫩。丁香也好奇地看着他们，这几个孩子看着就很穷，衣裳单薄又补丁落补丁，有2个冻得鼻涕长流。丁壮看天气好，孙女有喜欢，就抱着她向右走去。走，爷带你去你三爷爷家串门子。丁香虽然看得不远，一路上还是眼珠乱转，看得兴味盎然。特别是离他近看得清的人，眼睛都能看呆。他知道此时自己的眼神不会引起别人不快，人家当他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奶娃呢。村民们招呼着丁掌柜，再夸2句孙女长得水灵之类的话，这话丁壮爱听，笑声异常响亮，又皱着眉谦虚2句：“哎呀，这妮子啥啥都好，就是太俊太白嫩了一些。哎，愁人呐，她哪里像是那些又黑又糙的乡下妮子呀？”丁香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这话怎么那么茶呢？跟爷爷硬朗的气质不相符，不相符啊！奉承的人抖了抖嘴唇，本想再夸几句，也不愿意继续夸了。我家香香不止水灵，还极聪明，将来要当冯素贞，考女状元。然后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了。丁香看到那人捂着腮帮子，牙酸又不忿地瞪着丁壮的背影。若前面那人不是丁红鼻子，他都会冲上前去吐他几口唾沫，太气人了。丁香很不好意思，哎，爷爷太自恋，自恋的都让人反感了。哎，这都不是在表扬我，是在拉仇恨，好不好？他们来到一个院子前，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二伯，哎呦，小香香也出来啦！我公爹在家，二伯屋里坐。”是丁琴的媳妇儿赵氏。二伯，丁琴也招呼道。他们正在院门前贴对联儿。二哥进来喝茶。哎呦呦，小香来三奶家做客了，稀客。丁壮放心这个弟妹，把丁香交给他。丁香跟三奶奶很熟悉，小手搂着她的脖子。2兄弟进屋说话，谢氏抱着丁香在院门前转悠，看儿子和媳妇儿贴对联儿。小堂姐丁真只有2岁，路还走不稳当，扯着谢氏的衣襟要看香香妹妹。谢氏低下身让她看，丁真十分喜欢，伸手就抓。不能抓，香香妹妹可是二爷爷的宝贝蛋，抓坏了二爷爷要打人。只看不摸啊。丁香很喜欢这个小堂姐，冲她啊了几声。丁真高兴地跳了跳，哈哈，香香妹妹喜欢真真。这时几个妇人走过来，这就是丁铁匠的孙女。哎呦，丁铁匠没吹牛，这妮子长得忒好看，哪家人能生出这么俊的妮子？祖坟冒青烟了。你是没见过我二嫂，长得又俊又白，还识文断字，香香像了她奶。丁铁匠有福气，娶了个美人儿，又有钱。听说丁铁匠成亲前是个混不吝，最爱打架生事儿，娶了漂亮媳妇儿后，竟是一下改好了。
可惜啦，他媳妇儿年纪轻轻就被婆婆唾沫死。唉，也不怪老太婆，是丁夏氏挑唆的。怎么能怪我三姑？要怪就怪丁铁匠和薛氏抠门。几个兄弟一个房檐下住着，一房富的刘游，一房穷的铁辉，搁谁也不高兴。他媳妇儿是生儿子死的，凭什么打兄嫂？闹着分了家，老娘也被气死了。有钱咋的？有钱咋的呀？不孝的名声传出去了。说这话的妇人离丁香近，丁香看得清楚，30左右的样子，应该是丁夏氏的侄女，同丁夏氏一样嫁在了本村。话不能这么说，二房妇的刘游靠的是二嫂嫁妆，二嫂已经拿钱给婆家建了房子买了地。二房妇的刘游靠的是二嫂嫁妆，二嫂已经拿钱给婆家建了房子买了地。大嫂想舔着脸都要过去，等到分家时大方得大头，没有这个理儿啊。我婆婆是病死的，跟二伯没干系。怎么没干系啊？上了岁数的老人都说老太太是被丁铁匠气死的。当初他想让儿子考童生，都没人愿意给他儿子做担保，就是因为他不孝。丁香了然，原来丁昭没有考科举是这个原因呐。古人某些观念变态，索要儿媳嫁妆，把人折磨死了，只因为他是长辈，晚辈就得受着，不受就是不孝。丁香瞪着眼睛冲那个妇人大啊了几声，意思是你在吃屁。哎呦，这小妮子知道你骂人家爷爷，生气了。再是铁匠，人家也有钱儿，过得比咱好。夏氏撇了撇嘴，看向丁香说道：哼，丁铁匠倒没吹牛，这小妮子长得实在是太好了些，不像丁家人。她一身药味，定是个身体不好的。都说长得太好的孩子是神仙下凡渡劫，活不了多久啊，就会被天收的。不许胡说，我二伯就算……我操你祖宗！敢诅咒我孙女儿，老子整死你！话还没说完，只听院子里传来大喝声，是丁壮的声音。夏氏吓得魂飞魄散，撒丫子就跑。丁红鼻子在古安镇是出了名的混不吝，没几个人敢惹他。片刻间，丁壮冲了出来，向吴夏氏追去。大过年的，丁香不愿意丁壮打架，大声干嚎起来。丁壮听孙女哭了，只得站住，不解气，弯腰捡起块石头砸向吴夏氏，正好砸在他脚踝上。吴夏氏一个趔趄，忍着痛飞快跑了。丁壮骂骂咧咧往回走，丁山出来拉着他劝。丁壮抱着孙女儿回到家，他追打吴夏氏的事儿已经传遍全村。丁昭和丁立春正准备出来找他。哎呀，爹，这大过年的，咱不跟一个臭娘们置气啊！你知道那个臭娘们说了啥？她诅咒香香被天收，要不是香香吓哭了，老子非揍死她不可。丁昭和丁立春一听也气红了眼，各自回家操家伙，一人拿着木棒，一人拿着烧火钳子，就要冲出去打人。丁立人也搞懂妹妹被人欺负了，弯腰捡起一块大石头，这是要去打群架？丁香虽然感动，还是不愿意他们去打架。不管谁把谁打坏都不好，特别是2个小哥哥，还是几岁的孩子呢。他又搂着丁壮的脖子，干打雷不下雨，嘴里嚷着啊啊啊啊啊啊，声音像是在说怕。张氏也过来拉住丁昭，劝道：当家的莫把香香吓着，那个臭娘们还不至于让你们男人动手，改天我去骂回来，骂他祖宗18代。温柔的张氏也气得要骂人了。正闹着，外面传来敲门声。丁立春跑去开门，进来个30多岁的男人，他手里拿了一条腌肉，躬身笑道：丁叔，丁兄弟，对不住了啊，那个臭娘们嘴臭，我已经揍她了，她的脚脖子也被丁叔砸肿了，再不干了。这条肉呢，赔罪，丁叔莫气坏了身子。是吴夏氏的男人吴二发。丁壮把他踹了一个趔趄，狗娘养的，还敢来我家！若他手里没抱香香，会动手揍人。丁昭怒目圆睁骂道：我闺女是我家宝贝，你媳妇儿居然敢满嘴喷粪的诅咒她，你信不信老子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，连着你一起捅！2个铁塔般的汉子戳在那儿怒视他。吴二发吓得双腿发颤，他赶紧赔礼：不敢了不敢了，若那臭娘们再敢混说，我先打死她。又看着丁香笑着说：小香香不止聪明长得俊，还一脸福相，一看就是大富大贵，将来跟冯素贞一样考女状元，当诰命夫人。丁壮吹嘘自家孙女儿要当冯素贞考女状元的话，像肆无忌惮的东风，已经刮遍北泉村的每一个角落。这几句话把丁壮拍的
神清气爽。他看看吓坏了的孙女儿，也不想打架了。为了孙女儿好，以后不能在村里树敌太多，也不能把人得罪死了。算了，把肉拿回去，我家不缺。丁壮声音缓和下来，吴二发总算放了心，他还是把捆肉的草绳塞进丁昭手里走了。爹，咱自个儿知道香香的好，偷着乐就行了。爹不要再出去夸了，孩子太好遭人急。屁话！村西头老王家的孙子那副德行，老王头还天天的夸呢。想我丁铁匠在整个古安镇也是响当当的人物，好不容易得了这么一个可心的孙女儿，怎么就不能夸了？谁再敢嘴臭，老子揍他，女人也揍。人家背着说，就像今天那个臭娘们儿，爹没听到还不是没辙吗？好好好，我在心里夸。小京豆，爷的话你听懂了？哎呀，我的孙女儿咋就这么聪明呢？将来要考女状元喽！夏晌，张氏在厨房忙碌，两个小哥哥出去玩。丁壮抱着丁香和丁昭盘腿坐在炕上闲话，说今年铁铺赚了多少钱。古安镇只有一个铁铺，丁壮又厉害，没人敢欠账，更没人敢来收保护费。院门突然响了起来，是丁池一家三口回来了。三人直接进屋给丁壮见礼。唐氏走进这个家门，像是走错了地方。看多了皮肤粗糙、衣裳破旧的乡下妇人，丁香居然有些被他惊艳到。她穿着银红色绸子绣宝线花的棉被子，戴了根赤金嵌珠梅花簪，3根连座银簪，画了比较浓艳的妆容。一进门就木呆呆地盯着丁香看。丁丽来小朋友胖嘟嘟、圆滚滚，大脸盘、圆鼻子、翘嘴巴，典型的丁家人，像丁立春和丁立人的同胞弟弟。来看看妹妹是不是长得忒俊呢？丁丽来看了丁香一眼，嫌弃道：没有我娘亲俊。然后就专心吃起软糕来。唐氏呵呵笑出了声，神情极是得意。哼，这丫头长得不错，就是穿的土气了些，一看就是乡下妮子。丁壮气得肝儿疼，也不好跟孩子和二货一般见识，又瞪了丁池一眼。唐氏坐下不到半刻钟，就起身道：我回屋看看。去厨房帮忙老大媳妇，她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唐氏没吱声，脚步声不是去厨房，而是去西厢。丁壮又是一阵肝痛，但还是把骂人的冲动忍下来了。丁昭找话跟丁池聊着，丁池这次学乖了，没有一开口就说讨骂的话。他看了丁香几眼，问道：喂，香香真的长得像我娘？那是当然。之前我还以为爹吹牛呢，我娘若长得像天仙，怎么可能把我大哥生得这样丑啊？不过看了香香，我信我爹的话了。丁壮没生气，反倒脸上有了笑意，笑骂着：说的屁话，你跟你大哥一样丑，干嘛只说你大哥呀？几人说笑几句，就听见院外传来吵闹声，好像有人打起来了。丁昭起身走了出去，丁壮把丁香放在炕的最里边，也走了出去。哎呀，这妮子是极旺之相呀！哎呀，旺家、旺夫、旺天下，娘娘公主也比不上她的命格呀。师傅专门说这种长相和骨相100年难遇的，怎么会出现在丁家这个鸡窝呢？我发了，大旺罩着小家，极旺罩着大家，想不发财都不行啊！啊！丁池激动的眼里都包起了水花。耶！李来，李来！回头看见儿子正专心吃着软糕。喂，看着这个妹子啊，你要记住，以后要把她巴结好，保你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，记住没有？甜糕糕好吃，香香甜甜。说话很慢，还有些结巴。哎呀，你这傻子你呢，真没出息啊！喂，这傻儿子，你这个妹妹有大福的，你跟她把关系搞好了，你想要一大屋子的甜糕都有吗？他们说你像你娘傻，爹就怕你将来受苦嘛。若有这个妹妹护着你的话，哪怕爹娘死了，你把爹留给你的万贯家财败光了，也有好日子过吗？是不是？喂，你去哪儿啊你过来！丁丽来只听进去了前一句话，他挣开父亲的手，爬去炕机前，把一盘软糕倒在机上划了一下，然后双手摊开比了一下，觉得不够，
又把脚上的袜子脱了，10个脚趾头张了张，还觉得不够，又捏了下2个耳朵，1个鼻子1个嘴巴，再环视一圈整个屋里，自己身上该用的东西都用上了，不过这么一点点，一大屋子的甜糕糕，那得多少啊？丁池看到儿子的傻样，直皱眉。你好笨呐！喂，你若是鼻子、耳朵、嘴巴不够数的话，你是不是还要加上你的小鸡鸡啊？啊！又把儿子像拖枕头一样拖到丁香跟前。你给我过来！你好好看着你妹妹。哥哥，妹妹做事，她又不是甜糕糕。哥哥，妹妹做事，她又不是甜糕糕。你这家伙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记着啊，你一定要对你这个妹妹好。你妹妹长大了以后，不仅能给你一屋子的甜糕糕，还能给你一屋子的肘子、扒鸡、肉丸子，你知不知道？所有好吃的她都能给你一屋子啊！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对她好，你敬着她，让着她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跟你说话呢，喂，你记住啊，你爷和你姥爷都可以不敬的，就是不能不敬她，你知不知道，小祖宗啊？小正太的小眼睛亮晶晶的，似乎看到了肘子、扒鸡、肉圆子满屋飞。不听爷爷姥爷，妹妹告状，他们要打你大屁屁，还要打我小屁屁。你妹妹还小，她还听不懂，她现在比你还傻呢。但你只要记住我的话，你对她好就成了啊。怎么算是好啊？就是你巴结她呀，啊，巴结。什么是巴结？哎，你这就是每天说10遍要对妹妹好吗？爹爹，10遍是多少啊？这都不知道，就是手指头那么多。丁力来搞懂了，他摊开双手看着丁香，认真说道：我要对妹妹好，要对妹妹好。他每说一句就弯1根手指头，当弯下所有手指头，如释重负笑起来，眼睛都笑没了。今天巴结完了。他正要爬去机前继续吃糖，听见外面传来丁立春和丁立人的笑闹声，又有2声爆竹声，也顾不得吃糖了，滑下炕往外面跑。大哥哥、二哥哥，听赏！丁香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。啥？丁池说他忘家忘夫忘天下？啊！丁香相信自己的命格异于常人，自带香气的穿越女，外祖是皇上，知道自己如何被换，好命逃过劫难，有这个时代没有的知识，将来肯定能忘家忘夫。哟，这么说，丁池真的会看相哎。连数都不会数的2岁娃娃，居然一眼就看出有24块软膏，还会加法。丁香正想着，丁池突然吸了一下鼻子，喊了一声：娘，你老人家长得肯定跟香香不完全一样嘛，有这个面相的人不会早死的。你若活着该多好，我会快乐很多的。那个酒糟红鼻子除了喝酒和管他大儿子，根本不管我嘛，还恨我。娘，姑再好也不是亲娘啊。外面传来脚步声，丁池赶紧抹抹眼睛，坐去炕沿边，像无事人一样。唐氏走了进来，大姨让我进厨房帮她干活儿，我没去，在家我都不干活，难得回婆家还让我做饭，真是个懒娘们儿，哪里像你爹说的那么勤快。玲玲是富贵命嘛，将来会有数不清的下人，当然不能做饭了。正好这里没人，你按照我教你的做，你把戏做足了行不行？进那批货还差15两银子，必须让我爹给我。哼，生我不养我，不能再不给银子吧？他跟唐氏说话与丁力来说话一样，感觉是在哄孩子。唐氏指着丁香说：他不是人。不是，你是不是傻呀你？他连半岁都不到，你知道个屁啊！唐氏最不喜欢别人说他傻，扭着身子不依道：谁傻了？谁傻了？你是嫌弃我，想找姘头了？哼！我要回娘家，告诉我爹我娘，不理你了。不，我媳妇儿怎么会傻呢？她不傻。相公说的是反话啊！听见外面传来丁壮和丁昭的说话声，丁池赶紧跑去把门插上。
丁壮推门推不开，大着嗓门说：“开门！插着门做什么呀？”丁池把左胳膊的袖子挽起来，打了一下胳膊，清脆声异常响亮。你个臭娘们儿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不是还有2根金簪子吗？你当一根啊！我只差20两银子，这次准能挣大钱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！你听到没有？唐氏捂着嘴笑了一下，望着天干嚎起来。哎呦，求相公别打了，我只剩下2样好首饰，当了我爹娘会骂我的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当不当？当不当？不当。丁池又使劲拍了自己胳膊几下，唐氏凄厉地喊着：“哎呦，痛死我了！”丁香瞪着眼，张着嘴，瞠目结舌看着他们。这俩人在演小品吧？真是对活宝。丁壮使劲拍着门，急得不行。我要吓着香香了，把他吓坏了，看老子不把你的皇室打出来！池子，别打了，开门，不要把香香吓着。丁池又拍了几下自己的胳膊，突然调转方向，给了唐氏一个大嘴巴。丁老五，你……喂，小声点儿。玲玲，心肝儿，宝贝儿，做戏要做足吗？不给你留点印记，他们怎么会相信我打你了？是不是？我爹不给银子，只有卖你的金簪子了。我求求你了，求你了！又捧着唐氏的脸巴巴亲了2口，再把他的衣领拉歪，头发抓乱，造成抢簪子的假象。唐氏配合的叫着：“喂，媳妇儿，我没让你叫春呐，我让你惨叫。喂，你惨叫会不会啊？”哎呀，痛死了！池哥不要打了！哎，臭娘们，你还听不听话呀？啊，不听话我打死你！他给他使了个开门的眼色，自己假意被唐氏推倒在炕上。唐氏跑去把门打开，大哭道：“公爹，池哥揍我，他把我的压箱银子都卖了，还要卖我的院子和金簪子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”丁壮冲进来，就脱下鞋子，劈头盖脸朝丁池打去。求公爹别打了，求公爹别打了！看向一旁的丁昭，埋怨道：“我相公说你表面看着正人君子，实际上蔫儿坏，还真是。弟弟被打也不说拉一拉，只在旁边看热闹。”丁昭暗骂一声：“蠢娘们儿！”没理他。见打得差不多了，丁昭才过去把丁壮拉住：“爹，够了！大过年的别把人打坏了。”你这个媳妇很好了，带了这么多的嫁妆跟着你，你不好好珍惜还打她，你就是个畜生！爹，我拿钱不是去吃喝嫖赌，是挣钱，让家人过上好日子，我有错吗？我已经投了那么多钱进去，只差20两银子呀，20两呀，爹，肉不补齐，之前的钱都要打水漂了呀，爹。你把我的银子都霍霍了，再把金簪子当了，我爹娘会骂我的，还会让我跟你和离。池哥，我不是舍不得金簪子，是舍不下你和儿子。又跪去丁壮跟前哭道：“公爹，我的银子都被相公用完了，不能再把仅剩的金簪当了呀。”这些话是丁池在家教他的，他背了半天才背会。原本发愁哭不出来，可相公打得他脸火辣辣的疼，委屈的不行，就真哭了。丁壮看唐氏红肿的脸，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，重重叹了一口气，满眼悲愤。这个儿媳妇跟安安一样，都是带着大笔嫁妆嫁进丁家，男人却没给他们一份好生活。若唐家真的让他和离，受苦的还是丁池和3孙子。丁壮颓然地坐在炕上，挥手道：“你们都出去，滚！”看到难过的老妇，丁昭知道此时只有香香能安慰他，还不会挨打。丁壮紧紧搂着孙女，眼神空洞，神情哀伤。他一定是在想早逝的安安奶奶。丁香伸出胳膊摸他的脸，丁壮觉得脸上痒痒酥酥，低头看见小孙女正关切地看着自己。啊！丁香想说：“爷，别难过，
那俩人是在演戏，合伙蒙你银子。爷还有香香，香香是安安留给爷的宝贝。安安留给你的宝贝是丁昭和丁池，好不好？丁壮沉思了一阵，把丁香放在炕上，起身拿钥匙打开大箱子，从里面取出几个小银锭子。丁壮去堂屋把银子交给丁池。只有这么多了，若是你再亏，就是把自个儿卖了，我也不会再给你1文钱。铁铺是我留给大儿大孙子的，地和一点存项是留给3个孙子读书娶媳妇和给香香置嫁妆的。爹，你放心，我媳妇儿她旺夫，就是我想亏钱，老天爷也不会让我媳妇儿亏啊，是不是？你看看我媳妇儿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山根笔挺，人中比所有人都傲，那是银窝窝，装银子用的。嘿嘿，等儿子挣了大钱，孝敬爹多多的银子啊！你放心，爹。混账东西！你看你那鸟相，除了吹牛和霍霍钱，你还会什么？哎呀，疼死我了！爹，我也给香香看了相，她可不是一般人，比玲玲面相还要好，是极旺之相，旺家旺夫旺天下，百年难遇哎！咱家有了她，不只能家财万贯，还会大富大贵，真的不骗你们。丁壮停下手，眼里蹦出金光。香香的面相真的那么好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若撒谎天打雷劈啊！以后我要多回来孝敬爹，跟这个侄女搞好关系。我就说香香聪明，要当冯素贞考女状元嘛，家里出了个女状元，可不是要富贵吗？他又侧头看了眼唐氏，胖乎乎的，的确有2分福相。或许丁池真的会看相。丁昭虽然不相信丁池的话，但夸闺女的话他爱听，也笑起来。池子，万莫把这些话说出去，望天下这几个字容易引起误会，可以说是造福百姓，也有另一层意思，招祸。哦，是我混说，香香只是旺家旺夫。张氏和丁立春已经把酒菜摆上桌，父子几人高兴地上炕喝酒。今天人多，丁壮带着2个儿子在炕基吃饭，2个儿媳妇和3个孙子在地下大桌吃。喝过牛奶的丁香一个人靠在炕头啃手指头，有些喝高了的丁池吹嘘着：我没醉，我还能喝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每次做生意要拿钱出去，我都要先看看我媳妇儿，只要她印堂发暗，我就不拿钱，那得亏本呢。一直要等到她印堂发亮，再拿钱出去。下次还要注意她的银窝窝，要是银窝窝也发亮的话，才拿钱出去。唐氏狡黠地笑了笑，得意道：哼，我知道池哥想看我印堂发黑，就偷偷去厨房抹了猪油。怪不得我之前次亏钱，原来是假象。你他娘的，这蠢娘们啊！你真是个蠢娘们，谁让你偷偷抹猪油的啊？你骂我蠢，你骂我蠢。前儿你还说我是最漂亮、最聪明的女人，原来是假话。我要回家，我不跟你过了。不是骂你，是在骂我自己蠢。我他娘的，那么些银子可惜了了，不是？他肉痛地甩了自己2个嘴巴。哎呀，好，是夫君的作景了吧？再不凶玲玲了啊！玲玲讨夫君喜欢没有错，女为悦己者容嘛，是不是？不过玲玲你记住了啊，面相不能作假的，不能随便抹猪油啊，好不好？夫君看错了是要亏钱的吗？你说你钱亏了，你就住不上大宅子了，是不是？你就当不成富贵太太了吗？啊！呐，听池哥的。2口子这样，几个大人都不好意思看他们。另一桌的丁丽来说道：还有看娘亲的小板鞋，爹爹说娘亲的脚是窝窝头装金子的。哎呀，不是窝窝头，是金窝窝，跟你说过多少遍了。一直憋着笑的丁立春再也憋不住，哈哈大笑起来，一嘴的鸡肉喷出来，众人都跟着笑起来。
真是一家子250，丢人现眼。他们没注意到丁香乐的口水都兜不住，流得老长。来，干！你们知道了吧？啊，之前亏钱不是我的错，是玲玲蒙了我。那我以前的理想是当临水县首富，现在有了香香，理想更高远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要当皇上，兴许还能捐个官当呢。玲玲，你到时候就能当诰命夫人了，历来也能成官家少爷了，怎么样？池子，你还没喝醉呢，怎么就说起酒话来了？别，你大哥是不是不信是吧？是不是不信？行，那咱们走着瞧。5年后，你看弟弟我是什么样子？池子，别人再旺，也要你自己能干呢，不能眼高手低。不管做什么，都要先静下心来学习。就比如做生意，你要先跟着唐亲家学会了再自己做。哎，行了，你就别说了，行不行？我师傅说我干啥都不行，只有看相准，有天分。哎，既然啥都不行，我还学什么呀？我学啊，我看相准，我娶了旺夫的玲玲，那不管做什么都能发大财，不就完了吗？是不是？丁壮听了，有种想把他怀里的银子抢回来的冲动。连老道士都说他干啥不行，还挣个屁的钱呢！二叔，那你还做什么生意？直接看相得了。我师傅只教我看了大旺之相和极旺之相。那说我有了这个本事，这辈子都吃喝不愁了。知道吗？啊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只看到过一个极旺之人。就是香香，还有2个大旺之人，一个是玲玲，他旺夫，还有一个是个小少爷，他旺家3代，但是我不认识他，想跟上去跟人家里人说吧，这也能得个赏钱啥的，但人家没搭理我，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过那孩子，也不知道他是哪家的，忘了。他不好意思说，那家人以为他是拍花子，差点没揍他。小树曾经说看见过县太爷和他家公子，那么大的官儿，肯定是大旺和极旺之相。还有那些有钱人也应该面相好啊，小树怎么只看出3个人？还有那些有钱人也应该面相好啊，小树怎么只看出3个人？有大旺面相的人不到1/1000。香香这种极旺之人100年难遇，有一些福相没有达到大旺或者极旺，我是看不出来的嘛。还有些人能当官有钱或者当夫人，是受祖宗福泽护佑的，或者是受家中某一位大旺之人惠及，而不是他本人，他当然没有这个面相了。那比如说咱家唐氏大旺，我即使没有福相也能被他带旺，我旺了，我儿子不就跟着能旺了吗？但唐氏旺数是有限的，那只能旺夫，那顶多旺我当个临水县首富啊。而香香的极旺却是能旺咱们一家子，包括夫家，甚至香香是我侄女儿，不是我也能借光呀。现在我是2重福泽，要当皇上了我。爹说妹妹旺旺，要巴结好妹妹，不理爷和老爷。爹不是那个意思，爹是让儿子把妹妹排在最前头。丁壮没生气，把香香排在前头就好。虽然他非常希望香香真的是100年难遇的极旺，还是不太相信这个信口开河又不着调的儿子，直觉他在蒙人，或者那个老道士在蒙人。看相什么的不可全信，最主要的还是要自己能干。听你大哥的，要多跟唐庆家学。还有，不管做什么事都不许犯法，目光要长远，不能把一家子都害进去。爹放心，我断不会做犯法的勾当。你舍不得害玲玲和我儿子，你放心吧啊！
意思是除了自己媳妇儿子害别人无所谓。唐氏喜欢听丁池的甜言蜜语，抬起头向丁池闪了几下电眼，两人再相视一笑。心情刚好一点的丁壮又气得把酒碗摔在机上，骂道：往哪看？看吃屎！当着一家老小的面，干嘛紧着看媳妇？丢人！丁池不甘地收回目光，嘀咕着：姑经常说爹最喜欢看我娘，一看就发呆，我咋就不能看我媳妇了？真是的。丁昭赶紧截住他的话：哎，喝酒。大年30辰时末，丁壮带着儿子孙子去山上祭祖坟，张氏背着丁香在厨房忙碌。外面飘着小雪，寒风呼呼刮着，厨房里溢满香气，炸馓子、炸萝卜丸子、炸豆腐，还有大锅里煮的猪肉和猪大肠。丁香吸着口水，哪怕知道自己吃不上，还是兴味盎然。唐氏在屋子里吃了阵瓜子儿，进厨房帮忙了。他不会做饭烧火，帮着剥葱蒜，再捞口炸好的萝卜丸子或馓子吃。等到午时末，丁壮等人回来，家里更热闹了。丁壮把丁香抱过去，丁丽来跑到丁香跟前，伸出10根胖胖的手指头，开始说：我要对香香好，我要对香香好。虽然众人觉得丁丽来的举动犯傻，但他对香香的善意还是让他们高兴。你对我妹妹好，我也要对你好。以后谁欺负三弟，三弟回来告诉大哥，大哥帮你揍他。丁昭见丁丽来掰手指头，就又拉着他教他数数。跟我念1、1、2、3、3。把5根手指头数完，丁昭又连贯的教一遍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。1、2、4、5。怎么还剩1根手指头啊？3、4、5。5、3、4、5。1、2、3。1、2、3。好，再念一遍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。1、2、4、5。教了10几遍，丁丽来还是要把3字漏了。急脾气的丁壮气得望天，暗骂了上百个笨。若是大孙子和二孙子，非揍他不可。可这个孙子难得回家一趟，又摊上那么一对爹娘，不忍心打他。丁昭跟我念赵钱孙李。赵钱丁李。不是丁李，是孙李。孙李。哎，对了，来再念啊！赵钱孙李。赵钱丁李。孙李。孙李。赵钱孙李。赵钱丁李。丁昭气得手痒，想揍人，也没耐心教了，让丁立春带着2个弟弟去外面放爆竹。丁丽来一听放爆竹，嘿，激动的跳了跳，话也说得顺溜了。大哥哥、二哥哥听赏。孩子们不在了，丁壮瞪着丁池说：不好好的教孩子，天天想着天上掉馅饼，发意外之财。一人2岁多就能数到50，还会背好几首诗。不会读书的立春也能数到10。姑说我5岁还数不到20啊，长大了不也挺聪明的吗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丁香暗忖，2岁多的孩子数数没概念，只是单纯的跟着大人说，数得多是记性好。而丁丽来小朋友完全不同，他绝对懂数字的真正含义，加法也是无师自通。这个孩子在某些方面比较迟钝，但对数字极其敏感，前提是必须要教育得法，否则可惜了。哎呀，这么可爱的小哥哥，以后有机会我调教。外面还飘着小雪，天气阴沉沉的，门前灯笼在风中摇曳，偶尔会传来1、2声爆竹。申时，饭菜摆上桌，丁昭、丁池领着3个小子在院子里放了一小串爆竹。年饭开始，
闻着酒香菜香，再看到小正太大快朵颐，坐在炕头的丁香不由自主的口水长流。他双眼死死的盯着盘子里那只翘着鸡头的美丽的鸡，咿咿呀呀的叫着。呵呵，丁力来叫道：快来看妹妹，口水把围兜都打湿了。众人笑起来。丁壮起身把丁香抱起来坐去桌前，撕了一块扒鸡肉放在他面前。不能吃啊，舔舔就行了。丁香馋得不行，身体前倾，伸长舌头舔着肉。真香！爷，大肉太油，妹妹舔了要拉稀的。爷之前就是这么说我的，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吗？上次他给妹妹舔了一下肉，被爷爷打了2巴掌，好骂了一顿。丁壮气的抬起手想打人，见大哥又在找打，丁香赶紧抱着丁壮的脖子，猛亲他的大黑脸，糊了他一脸口水。丁壮的心都被软化了，看着孙女笑。天黑后，丁香如愿看到了烟花。丁立春把烟花筒放在地上，几束烟花只喷了1米多高，时间也短，但还是让丁家人和来看热闹的人惊喜不已，大声欢呼。老大媳妇上年给我生了香香这么个好孙女儿，孝敬长辈，照顾夫君儿女，样样都做得很好。非常大方的奖励张氏一个装了1两银子的大红包。他看了唐氏一眼，虽然很不愿意表扬他，还是违心的说：老儿媳妇也不错，以后要把老儿看好了，不该给的钱坚决不要给。也给了他一个红包，之后给了4个孙辈各一个红包，里面装着20文大钱。哥哥把钱攒着，等妹妹头发长长，给妹妹买花戴。丁立人听着也许愿，等妹妹长大，我给妹妹买豆腐脑吃。丁立来也赶紧表态，给妹妹买大酒去吃。之后丁昭领着丁立人去亲朋好友家拜年，丁壮和丁池几人在家接待来拜年的客人。这事儿与丁香无关，他大多时间都在孟州宫。下晌，丁昭赶牛车送丁池一家回县城自己家，看着傻傻的孙子被那2个不省心的夫妻抱上车，丁壮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好好的孙子被你们就带成这个样子。晚上，丁香看着张氏准备明天回娘家的礼物：3两银子，老爹一套细布衣裳，5斤腌肉，2包点心，2包红糖，2包药，哥哥们各1块粗布，侄子侄女各10文大钱。他娘家在山里，脚程3个多时辰，不通车，连人推的独轮车都过不去。